下！跪着！趴下！跪动啊！我去打死你！ 哎，女士，您怎么进来了？啊，请问这次事件有没有人员伤亡？工作人员是不是立即报警了？还有劫匪为什么会有枪支？本地公安难道没有管制吗？不好意思，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请您往后退，退到警戒线以外。那我问一下，你预计什么时候能够破案？这个问题我没法来回答。不好意思。 其他3个都被折了。犯罪嫌疑人踩过点儿，查以前的录像。是。犯罪嫌疑人身高有多少？1.8米。为什么？我1.8米，打篮球摸高3.1米，就算他比我差一点儿，也应该跟我差不多高。 师傅，那边有枪。假的，吓唬人的。果真是假的。把带血的玻璃和血上的脚印带回去比对。是。是不是应该检查出城的车辆？已经安排了。 以这里为圆心，40公里为线，张毅在盯着。40公里是不是小了？现在不是高峰期，一脚油门就过去了。让他超速。超速监控头。不好意思，都戴黑手套跟特种兵似的。好，戴黑手套，好，特种兵，速度倍儿快，咚咚，一枪就一个眼儿，雷鸣棍的枪。
您可别吹。谁说谁借？我们家亲戚就在里上班，一瞬间就抢没了，都你知道大概丢了多少钱吗800多万呢！哇，一瞬间就抢没了，知道吗？800多万，特种兵哦！你们你看那炸弹，三子哥发财了！咱啥时候分钱呀？倒霉，都是新钱，号都是连着的。新钱好啊，吉利啊！过年咱都特意换新钱呢。你是真笨假笨啊？这新钱号都是连着的，你只要敢花，警察马上就会逮着你。笨子，再有呢，怎么还没回来？我估计路上是警察查的严，他这会儿找地方藏起来了，一会儿风声过他就回来了。不会出事吧？不会的，那小子车技没得说。在这收拾，我出去看看。啊啊，那个给我带点吃的回来。知道了。杨子，哎，到。排查银行里的人和最近给银行施工的人员。是。怎么了？自己看。玻璃胶没干，新换的。从这里逃走的。应该是。把木楔子收起来，把经理叫过来。好。经理，经理，经理，在。你当时在哪儿？当时我在屋里，听见一声巨响，我立刻跑了出来，看见2个歹徒正在抢钱，其中一个歹徒对我举枪，我一关门转身就跑了。把门上的子弹取出来，我估计是6.4手枪的子弹。是。辉哥，你怎么还穿这身衣服？我忘了。辉哥，麻烦了，钱是新的，号也是连着的，还有，三友到现在都没回来。去哪儿了？大笨子说他可能去网吧了。辉哥别急，我们再等一等。
都是联票的新钱，不是问题。只要把这笔钱安全地送到县城，老钱会把新钱变成旧票子。哼，辉哥真行，什么事都算到前头了。辉哥，这地儿也不错，你怎么就能想到在我们落脚点对面租间房子呢？哎呀，辉哥，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儿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红点儿就是有监控探头的地方，这条蓝线是我们的行动路线吧？嚯，这儿还能看到大门口呢，警察要是有什么行动的话，我们一眼就能看到。辉哥，啥都不说了，跟你干就是踏实，办什么事都提前算到前头。辉哥，你说警察下一步会怎么办？查现场。皮鞋够亮的，今天你休息啊？是啊，那你够快了。我妈安排我相亲呢，没想到碰见这事儿。现在谁在医院？我女朋友。那医院里不能没有人啊。刘，我在后院，你过来一趟。摩托车3辆，至少3辆。经理，你们的员工有骑摩托车的吗？没有，绝对没有骑摩托车的。那儿的保安当时哪儿去了？哦，当时前门有辆汽车着火了，都去救火，还是我让他们去。保安，前面汽车着火了，快去救火！你也去。李凯，你是第一个到现场，询问目击者。田叔拦过摩托车。师傅，张毅，查建设街的监控录像，3辆以上的摩托车，看有没有超速。现在还没有。把口子扎紧了，现在还没有跑出去。明白，师傅。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有内应，在玻璃门上做了手脚，掌握了开门的密码。你说，警察会不会认为我们在每一个摄像头上安了罩子，特别的笨，特别的蠢？说实话，辉哥，我也觉得挺蠢的，多耽误功夫啊！你说，要不是这样，咱们能多抢多少钱呢？我多希望警察也能这么想啊！我这么做有2个目的：第一，你们3个人，除了你以外都是新手，新手啊，作案难免害怕，动作就会僵硬，这就和你能够形成一个特别大的反差。这些呢，在摄像头上都会看得非常清楚。你有一个动作，什么？辉哥够细的。三儿，这个动作可不敢要。我这是在保护你。知道了。警察会看出来这是高手在作案，可是高手为什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让他们去猜吧。刘队，银行里除了1名保安辞职，人员半年里都没有变动过，玻璃是昨天换的。那保安什么时候辞职的？2天前。经理，哎，是这样吗？对，就是这样。我们要这保安的详细资料。好，我让人准备。好。
孩子，你盯保安这条线。好。去把技术室的人叫来，让他们把轮胎痕迹和脚印提取一下。嗯。刘怎么还没来？催他。好。哎，还有指纹。对，还有指纹。玻璃这条线你要盯着啊。好。哎呀，我真是老了，连指纹都忘了提取了。别担心，师傅，有徒弟我在呢。那是帮心思很细的劫匪啊！摄像头、新换的玻璃，还不是防爆玻璃。门锁上的密码，他们可能提前掌握了，没有一窝蜂的向外跑。他们会忘了戴手套。啊？你就给我丢人吧你！你不说指纹，技术室那帮呆子也会把它提取了，然后告诉你说嫌疑人有可能是戴手套作案，要你多嘴啊？服了服了，师傅就是师傅。接个电话。喂。喂，李凯，你快来吧，那个人快不行了。师傅，嫌疑人快不行了，要不我去一趟吧？让刘去，你和我去见老田做笔录。哎，赵蕊，那个我们马上派人过去，他会处理这一切的。李凯，我要你来，我害怕。我在出现场呢，银行抢劫案，我得忙才能过来。行了，我得挂电话了，拜拜。哎，妞儿，头让你去趟医院，嫌疑人快不行了，你去处理一下。行。哎，还有，急诊室外有一姑娘叫赵蕊，你做个笔录。那个什么，照顾一下啊！好，快去，走了。师傅，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让小刘去了。去了。
师傅，这儿什么都没有啊！您看什么呢？你多看看就明白了。让技术室的秀才过来，再调2个人来，挨家挨户的问鸡蛋是怎么碎的，菜筐是怎么掉到地上的，玩具是谁家孩子的，哪个老人差点被摔倒，都是什么人干的，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什么，穿的什么衣服，身上背的是什么。师傅，您这眼神真好，那么远你都能看见啊！屁！我一快退休的人，眼睛能比你好，是逻辑。您是病人的家属吧？我不是。患者经抢救无效已经死亡了，他伤的实在太重了，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不认识他。别担心，抢救的费用并不高。我真的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干嘛这么难过呀？一会儿我们的护士会带你办理死亡证明和太平间的手续，顺便把费用交一下。我说的你不懂吗？我跟他没有关系。你跟我们的护士说吧，如果你不配合，他叫保安的。他叫保安，我还叫警察呢。接呀！那姑娘打来了，不想接，那就挂了。也没什么事儿，但是今天第1天约会就挂人家电话，那不得吹了？装听不见吧？你一个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你是个警察，以后找的老婆得能关心你、体贴你的，找个大小姐类型的，不说给你添麻烦吧，还得误事儿，到时候你肠子都得悔青了。等这事儿过去了，这姑娘还正常跟你联系，那就说明可交，啊，你得好好待人家。老刘啊，哎，老田，老刘，怎么样？没事儿，他们非得挂这个，擦混点皮。哎，是不是得做个笔录嘛的？让李凯配合你。好啊，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啊。你到咖啡馆给追车的人做个笔录。哎。走了，老田，走吧，走吧。咱上哪儿笔录去？哎，田师傅，跟我来。好，来。警察同志，他抢了银行，我就跟着追过来，我真没碰到他。这句话你说了800遍。我没责任，他抢了银行，我跟着追过来，我根本没碰到他，我碰没碰？你说了没有？得用证据说话。啊，你追他，是不是逆行？他先逆行的，他抢了银行。叫你们公司领导过来。我们公司领导手机关机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他关机？我告诉你，那人要是跟这车一样，你们就摊上大事了，知道吗？什么情况？真是。别在这等了，影响工作，到办公室去吧。认识他就能掉了啊，人死了没啊？人死了吗？不知道，死了，刚好拉到医院去了呗。好，明白了，我现在就带他回去。孙彦斌，跟我回趟交通队。我没撞他，他自己摔的。那也得跟我回去一趟，走吧。快点，走吧。走啊。
局长，老刘，哎，张烨，情况怎么样？没什么情况。局长，这伙人可能还没有跑。是吗？从报案到现在，从我们的监控录像上看，只发现了这一点，其他的还在收集。从回避监控这点上看啊，就是老手干的。张烨，到，告诉凯子，把那个追摩托车的人带回来。明白。你看这样行吗？行了，田叔，谢谢啊。客气，你忙去吧。田叔啊，我送你吧。不用，自己能走。那我不管你了啊。走了，走了。好嘞，再见，田叔。哎，师哥，我认识他。好嘞，我现在过去。局长，喂，你说的对，是一些老手干的。根据现场的情况，这帮家伙有可能钻了胡同，计划的非常周密。银行的监控被盖住了，银行橱窗的玻璃是刚换的，而且不是防爆玻璃。银行门前有一辆面包车突然失火，他们是从员工的通道进去。如果员工密码锁按键上有擦痕，那就证明他们知道密码，就是说有内应。大概是。2天前有一个保安突然辞职了，银行的损失盘点还没有最后出来，但是行长说，估计有200多万。张烨，这儿呢，交通组这儿。数额巨大的恶性案件呢。这伙嫌疑人作案之后，并没有选择向市区外逃窜，反而向市区内逃窜。我分析原因有2个：第一，躲避监控，这个区域监控不够周密；第二，他们有其他的手段，比如换车之后逃窜，比如就地藏匿。如果是就地隐匿，他们得有相当的自信。只要没跑出去就好了。我向市局汇报，卡子范围扩大，把口袋扎紧。那么老刘啊，你看会什么时候开？大概半小时之后吧。半小时以后情况大概差不多了。那好，半小时以后开会啊。是。张毅，啊，作案的现场要留2个人在那儿。明白。提防犯罪分子回到现场查看。行啊，你长能耐了。这不是跟师傅同学的吗？刚才医院来电话，说那个骑摩托车的人没有抢救过来，咱们的线索又断了一条。查，叫什么？哪儿的人？是。刑警队的，肇事者呢？人被交通队带走了。王立凯，师哥，人被交通队带走了。我知道了。怎么样？人被交通队带走了。李凯，去交通队把人给我带回来，这是重要的证人，半小时之内我要他这证词。好。刚才说到哪儿了？死者身上没有身份证，已经派人去医院拍照，做了复原图之后，在档案库里查。如果这个人没死，不管他们筹划的有多周密，藏的有多深，也许这个案子就破了。可惜呀。张毅，告诉咱们的人和医院，就说那个骑摩托车的人没有死，在观察室里观察的。医院的病房门口要上双岗。您的意思是，他的同伙会去医院？明白。你稍等我一下。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不过有件事我还得跟你说，无论是谁问起，你都得跟他讲，这个人已经抢救过了。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死者的情况，请马上告诉我，或者是李凯，都可以。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吃点东西去吧。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听你这么一说，你当警察也太危险了。危险？当警察怎么就危险了？哎，你以为你坐在家里不危险啊？赶上你倒霉啊，说不定那汽车自己就撞进来了，对吧？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局长，卡子上没有异常。开会，先请刘队给大家介绍一下案情。根据我们对现场的初步勘查，银行的抢劫案发生在上午9点05分。从银行正门这辆燃烧的面包车开始。情况是这样的，车内存放的汽油燃烧，我们经过反复勘查，发现了没有烧尽的塑料桶。引燃的方式呢比较原始。我们还发现了一截未燃尽的香，香的底部有火柴，而且完全有可能是火柴引着了汽油。汽车燃烧之后，银行的保安迅速地冲了出去。银行的后门有一道员工的通道，那儿有一扇门，这是一扇能够自动关闭的门。丹丹，说说密码锁的情况。其实锁并没有被破坏，但是在案件的指纹有明显的擦痕，也就是说，犯罪人员是戴着手套进行犯罪的，而这擦痕也有非常明显的井字纹的记录。现在这个季节，没有人戴手套，他们能按开这个密码，说明犯罪嫌疑人提前知道了这个。李凯，说说你调查的情况。根据这个追赶摩托车的司机反映，他一共看到过4辆摩托车，也就是说，这4辆摩托车停进了员工的停车场。他们戴着手套，按开了这密码，这第一道防线就被打开了。他们能逃走，靠的就是这个木楔。他们分工明确，2个人拿着枪监视，2个人装钱。趴下！之所以拿着一把大锤，是因为银行橱窗2天前换了玻璃，而且不是防爆玻璃。银行之所以没有及时的报警，是因为银行的监控人员此时也去救火了。此时，他们把监控录像套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窗台上的碎玻璃，他们敢摁，说明他们戴的是防刺手套。单单说的密码按键上的井字纹，验证了这一点。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报警中心
接到了银行的报警信号，时间是上午9点08分。银行经理的行为缩短了犯罪的时间。这木楔子上有挤压的痕迹，这样就可以断定，这4个罪犯是从员工通道跑向停车场，然后发动摩托车逃走的。一共是4辆摩托车，其中有3辆从银行后面的胡同逃走了。我们走访了那条胡同的住户，具体的案发时间不确定，但是根据在场的大爷大妈反映，基本上就是这个时段。据目击者说，有2个人身上背着包。根据这个司机孙延斌反映，他一共追过4个开摩托车的人。这个司机没有经验，如果有经验的话，他应该紧盯着这个背包的人追，同时给我们打电话，通知我们指挥中心进行堵截，那也许这案子也就破了。李凯，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你说说吧。李凯，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那么快啊？他在咖啡馆和人相亲呢。哈哈。害什么臊啊？说说情况。是这样子的，昨天啊，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然后约的是一个咖啡厅。我这一到咖啡厅，我跟那个姑娘一坐下，突然之间嘣一声，一辆摩托车飞进来。这个人已经死了，我们对外说他已经抢救过来了，寄希望于他的同伙们能够有所行动。最终的节点就在这里。都听见了啊，这是纪律，谁要是说出去，就处分谁。犯罪分子在这里分手。张毅在这段时间调看了周边的监控录像，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不排除犯罪分子在这里换车，或者是藏匿的可能。我们已经派人过去了。说完了。局里已经加大了各个卡点的检查力度，他们跑不出去。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要全力以赴，从线索消失的区域逐户的排查。争取把他们拿下。是。辉哥，那钱怎么办？你别打断我，啊！警察一定会判断出我们没有出场，然后就会进行全城大搜，挨家挨户的搜。可是警力不够啊！就算是把远郊区县的警察都调过来，可是人员还是不够。天海是什么地方？交通枢纽啊！啊！时间长了，社会秩序不就乱了吗？怎么办？没有办法，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做。张毅，我在光明街这边，你把向东面没有摄像头的道路都给我标出来。对。
几条？3条。好，发到李凯的手机上。真是跟着老家贼，到哪儿都有饭吃啊！对不对？我带1队。好，小刘带2队。好，是吧？发过来了，转到秦队和小刘的手机上。哎，把车都调过来。是。哥，明天带我去呗。啊，哥，不行。为啥？我给你算过了，你八字里边忌讳明天出行。别去了。哥，这不是咱最后一次了吗？我都保证过了，从此以后好好跟我爹妈过日子，再也不出去跟别人斗狠了。你就让我去吧，哥。三哥，求求我哥。辉哥，咱这是最后一把了，就让三友跟着疯一次吧。行吧，哥，求你了。好吧，好吧，好吧。但是你小子给我记着，关键的时候要命，不要钱。行嘞，哥，咱这计划万无一失，肯定不能出什么事儿。师傅，全是小区，这可怎么找啊？你要不跟他们说一声？不用说，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各有神通，你不用担心。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秦队就没说上榜。扯淡，他那是等我呢。你自己知不知道怎么找？哎，现在地球人都知道怎么找那几个家伙，你别太给我丢人啊！我说不好，反正是没监控的地方。可现在小区除了不交物业费的小区，哪个小区没监控啊？有啊，除了它坏了。师傅，监控坏了的小区啊？还行。犯罪嫌疑人和第一个落脚点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可能在这儿住过，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好小子，这就是侦破方向。今儿扑不着，明天就从这2个地方下手。明天盯洋子，查银行的情况，还有辞职的保安、换玻璃的人员、公司。好。车上的地方知道吧？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交通怎么样？出城的路都堵了，看来他们查得很严。你猜对了。我猜到了，这种大面积的盘查不会超过3天，谁也负不起这种全程拥堵的责任。
三友有消息吗？还没有。我来想办法。对了，那个房间不安全了，得马上撤出来。你们现在就回去，把房间打扫一下，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灯打开，窗户打开。明天我会去的。行。等一下，这是撤退路线和下一个地点。知道了。这个人叫葛大力，下县葛家庄人，金盾保安公司的保安员，一直被派到闹市街的银行工作。案发前的2天突然辞职，理由是老婆要生孩子。我调查了这个安装玻璃的公司，这个公司是银行的指定企业。我也查了他们的玻璃，确实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防爆玻璃，而且出入库记录非常清楚。根据安装玻璃的工人陈述，他们本来应该是早上安装的，但是这个银行的保安就是他，说银行有规定要下班后才能安装，让他放在保安室，他来看管。这几个工人啊嫌麻烦，也就答应了。本来是当天晚上要安装的，可是又接到这保安的电话，银行有任务要2天之后才能安装，就这么一直拖到案发前一天的晚上才装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玻璃上的玻璃胶没有干透。这是双保险，玻璃是普通的玻璃，大锤一砸就能砸开。下线的协查结果也已经出来了，这个葛大力呀，根本就没有回家，而且他老婆也没有怀孕，而是1个多月前就带着孩子走了。据他老婆跟邻居们的说法是，他要南下去找葛大力。玻璃上有没有葛大力的指纹？技术室正在比对。罪犯的落脚点查了没有？按您画照的范围，没有监控设施或者是监控设施出了问题的，一共有3个小区。这3个小区都是80年代中期盖的老小区，住户成分非常复杂。这些小区一直是外地打工者的暂住地，我们排查起来难度非常大。秦队、张毅，分成3组，挨家挨户的对这3个小区进行排查。是，看谁家的灯一直开着，谁家的灯开开关关，这就是重点排查的对象。我不相信他们做了这么大的案，晚上能睡得着觉。还有，通知这3个小区的居委会领导，让他们协助我查这3个小区房屋的出租记录。李凯，技术部门的弹道分析出来没？出来，罪犯应该使用的是644式或者是仿644式手枪。好啊，出发之前你们把枪全都换成920。什么叫战斗力？手里用熟了的枪，这才叫战斗力，不然丢了性命你都不知道是怎么丢的，明白吗？钱就放在那里边，通过邮局运出去。辉哥，那下边怎么办？再等1天。大哥，三友会不会被警察给逮了？闭上你的乌鸦嘴！三友要是折了的话，警察早就找到我们了。目前没什么动静，说明三友不知道他的地方。有一个地方三友知道，我看了，警察好像还没有在那个附近。大哥，那三友会不会被那个车给追上了？要不我去看看？大笨子，你傻呀！警察有一招是专门对付你这种人的，那就是蹲坑。
你说啥也得等这股热乎劲儿过去之后才能去，是吧，辉哥？不求快，只求仔细。所有的边边角角，包括地下室、垃圾桶，都要照顾到。明白。罪犯有枪，你要注意安全。通讯保持畅通，互相支援。去吧。哎，您好。喂，你好。您销售这个监控设备负责安装是吧？负责安装，但是得另收费用。把您那个安装记录给我看。好嘞。哥，明天带我去呗。我给你算过，你八字里边忌讳明天出现。求你了。大哥，咱要不是给他逮了。怎么样了？楼上等着呢。自己看啊。这速度可以啊。哎，这个是葛大力的指纹。对了，这里面啊有可能不止一个人的指纹，你一定要好好的分析分析。这还用你说啊？这上面的每一个指纹，我们都会存档备案的。有什么了不起？那4个工人的指纹带回来没有？请当地的派出所协助了一下，还有一个去郊区干活了。5点钟我再去一趟。好，送到技术室，把情况跟他们说一下。好。师傅，前面那个路口您给我右转。这咖啡厅怎么关了？您这都不知道，出大事儿了！怎么了？昨儿一摩托车直接就给撞飞了，那人咣当就镶玻璃里了。人没事吧？没事儿，能没事儿？人肉往钢化玻璃上撞，那一脸大玻璃碴子能好得了？一看您啊，这就不上网。昨儿纳尔街银行被抢了700多万，这事您不知道？我知道。这抢银行和撞玻璃有关系吗？必须有啊！这骑摩托车就是一劫犯，这有一哥们儿啊，开着车一路猛追，就在那路口直接就把那劫犯给送进咖啡厅去了。您给断的啊？您说这算见义勇为啊，还算多管闲事儿？这算见义勇为吧？这要我说呀，这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怎么着？这事儿搁您不管啊？哼，我管，我就是一开出租的司机，我这一月挣俩糟钱儿，还不够养活老婆孩子呢。行了，师傅，您呢就跟道边给我停一下吧。哎，好，得嘞。
么样了？关门儿。进屋敲门懂不懂啊？还富二代呢，学的这么粗俗。行，对不起，我问你怎么样了？这我师傅等着结果呢。除了你捣乱的这个，其他全做完了。行，你加把力啊，等着你呢。哎，回来呀！又怎么了？给你结果。什么结果？玻璃上除了有葛大力的指纹，还有4个模糊不清的指纹。知道了啊。哎，关门！哎呀，就没见过这么烦的人。师傅，怎么样？找到了，这是什么？快递公司的封箱胶带。好，送技术室。是，您请好吧。谁啊？大哥，大哥，三友有消息了吗？现在情况很明显，三友是跑的时候被车撞了，警察肯定已经盯上他了。慧高，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听你的。跑，马上跑！你们2个先走，我留下。不行，咱们可是兄弟，要走也得一起走。对，要走咱一块走。 2个傻兄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明天就走。我已经跟快递说了，你们一到就把货送过去。慧高，那要是三友没出事怎么办？我说过的话会改吗？钱1分4份，兄弟在，钱是兄弟的；兄弟不在，钱是父母的。可是现在最要命的是钱呐，都是新钱，连着号，又没法存。要是扔了，那咱兄弟们就白干了。这咋办呀？这个。所以说，先跑，然后再说。行，慧高，你说，让我们兄弟干什么？洗个澡，换换衣裳，别让人家看出来，啊。 哎呦，掉花园里了。师傅，我瞧瞧谁是香饽饽，啊？哎呦，香饽饽在这儿呢。张毅到，加强警力，让卡子上严查寄出本市的快递邮件，告诉前方查里面的钱。 有了线索，立即向局长汇报。是，那我也去。提要求。刘队，能让我们李大队消失半小时吗？深仇大恨呢，这是。他音乐不让我们听，说话得小声，随意走动都不许。好，我答应你。如果今天晚上用这条线索抓到了罪犯，或者是起获了赃款，刑警队给你庆功。 行，我等着。
请问是你们要寄快递吗？啊，是。什么东西？电脑主机。收来填下单子。哎，好嘞。喂，怎么着？你到哪儿了？堵车？你跟我编吧。那地儿什么时候堵过车呀？检查？还每包邮件都检查？那得检到什么时候？哦，行，知道了。那你等着吧，撂吧。怎么着？就这些是吧？我估计这今儿东西拿不走了。我有些东西啊没装进去，我得重新打一个包，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说你下回别那么稀里糊涂。哎，好。来，我来。好，再见啊。领导，那个稿子看了吗？嘿呦，我的姑奶奶，你看我给忙的，马上看。那边等着发稿呢，就卡您这儿了。得了，您甭看了，就这么签了，快，赶紧签字，快。采访没问题吧？我的采访您都不相信了？那行，您看吧，我去告诉总编室，咱们开天窗了啊。别呀，这个案子可就指望你了。你就放心吧。你们两个还是先回宣城。不去，大哥在哪儿我在哪儿。辉哥，反正钱也出不去，没有钱，我和大笨子也走不远，不如留下来帮你的忙呢。对，我们留下来还能帮上忙。笨子，这段时间素质点儿，别老出去找女人。啊，辉哥，要不这样吧，我去各大医院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塞我的情况。没用，人要没了，去了有什么用啊？没准还有警察在那儿盯着呢。我的这个电器店还得接着开，以静制动。好，我知道了。哎，好。杨子，怎么样了？还是没有。接着查。案子做得这么麻利，之前肯定是踩过点儿的，一刻都不能放松。万一我们放松了，赃款运出了天海，那查起来可就麻烦了，明白吗？明白。师傅，嗯，我刚才去了趟交款中心，发现啊，主要的拥堵都是集中在南下湾和北上河附近。嗯，我跟那里的民警商量了一下，准备用堵和疏这两种方法来解决。怎么堵怎么疏？堵呢，就是从源头去堵。既然犯罪分子想通过快递公司这个形式把赃款运出去，那我们可以先通知各快递公司，让他们把货物都集中到一块儿，我们派民警去跟他们一起查，没有问题再给予放行。嗯，好，这是堵。那疏呢？那就是首先这个过境的车辆不要让他们进城，直接从外环就可以走了，然后在出城的路口进行流量监控，一旦饱和，就在前面的道路进行分流。在南下洼和北上河附近啊，有2个出城的小路，绕过去也就4、5公里路，很近。嗯，好，好小子，不错。你要觉得行，那我就让他们去做了啊。等会儿，刚才医院打了个电话，说那保安醒了，你去了解一下情况。好，那我先去。我当时一进去，
看到他们手里都拿着枪。我刚想转身去叫人，没想到一枪就打到我的小腿上了。具体是谁开的枪，我也不知道，真对不起。小翠，你是英雄，别这么说。真的吗，李警官？您不知道，其实我从小的愿望也是当一名警察，跟您一样威风。你这次的表现很勇敢，只要你努力，以后会有机会的。如果想起什么，记得给我打电话。哎，那我先走了。哎，对了，你是什么时候到这个银行来上班？刚来才不到1个月，没想到就出了这么个事儿。行，别起来了，安心养病。再见。再见。师傅，哎，怎么样？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没动静。真沉得住气呀！啊，师傅，他们不会跑了吧？不应该呀！这案子一出，各大路口都已经封锁了。师傅，回来了。哎，怎么样？物证调查的怎么样？啊，死者所穿的迪丽牌运动装，是今年最流行的一款，仅仅是一个专门店就卖出去2000多件，全市加不起来，最少也有好几万件。追查来源基本上不可能了。还有死者骑的那辆摩托车，在二手车市场随处可见，保有量也不小。很多人为了方便，根本就不挂牌。我们也调取了各大招待所和宾馆的监控录像和登记手册，没有发现死者的住宿记录。各个派出所也没有失踪人员的报案。爆炸的汽车查了没有？查了，3天前就被盗了，已经报案了。车主是一个小商品批发商人，车是用来拉货的。杨子已经调查了那个车主，没有发生什么可疑情况。老手，滴水不漏啊！师傅，你们看看，这报纸上都写了什么呀？银行结案大起底苏丽丽，整个就是一标题党啊！这是就是。啊？什么？目击证人称，4个劫犯训练有素，应该是退伍的特种兵。什么呀？瞎写这是。这帮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刘队，外面有几个记者说要采访你，我没让他们进来。对，你做得对。我最讨厌这帮记者了。离开，轰出去。行，我去。哎，出来了。哎，警察同志，我们想了解一下银行抢劫案的进展。这个案子呢，全市老百姓都很关注，你能给我们讲一些侦破进展吗？你们哪个报社的？我们是《城市早报》的，他们是《天天晚报》的。你是《城市早报》的？对啊。这个苏丽丽是你们那儿的吗？我就是苏丽丽。原来你就是苏丽丽。首先，我告诉你，我们刘队不接受你这样的记者采访。其次，我还要警告你，这个案子还在侦破之中，这里不欢迎你，走吧。哎，我说你这个小警察，你怎么说话呢？我们有权利采访，你这也是干涉我们新闻自由，你知道吗？这就是你们的新闻自由吗？啊，这是案子。这个案子我还跟定了我非向他们局领导反映不可。走吧，走吧，快，走了。请进。局长，哎呦，老刘，李昭啊，来，坐。哎，给你泡杯茶，贵天下毛尖好茶啊。哎，你最近脾气不太好啊？你说你要是现在就退休了，往家里那么一待，那还不得急着撞墙啊？啊，别提退休这事儿了，我知道还有2天。哎，在咱们公安系统，我也算有一号，这么多年了，我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是，所以呢，你就着急了。想在退休之前把这个案子破了，是吧？可是老刘啊，这个退休的年龄啊，那是有规定的，一刀切，咱们谁都改变不了。别较劲了，我看
看呢，你那俩徒弟也不错，他们把案子给破了，不跟你破是一样的吗？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哦，还有，那个刚才啊，一个女记者把李凯给告了，说他威胁记者。是我让他去的。这些记者唯恐天下不乱，我就知道是你，就是不喜欢记者。但是老刘啊，你得知道，这个媒体的力量是很大的，咱们还是得适当的配合。啊，我明白。这样，我惹不起，躲着他们。嗨，去，我走了。行，茶不错啊，不错啊。没忙，好，就这样啊。好。死者男性，20到25岁，手脚都生有后茧，应该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除了致死伤之外，全身上下没有什么明显伤痕。值得注意的是，死者的右臂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纹身，图案比较特别，是一个拳头和4个字。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不多，犯罪嫌疑人是一死一失踪。张毅，马上发通缉令，通缉各大令。是。他们不动，我们就敲山震虎，逼他们。李凯，通知各大媒体，把死者的消息发布出去。师傅，这怎么发呀？您不是说保密吗？现在我们得改变策略了。那死亡原因呢？就说交通意外。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个撞人的孙元斌……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抓人要紧。把孙元斌先送回交警队。等我们抓到了银行抢劫犯，孙元斌自然就没事了。是。当时的决定让我感到很惭愧。不是您一个人的错，我也有份儿。这一点，我们要感谢郑文辉。如果不是因为他那么一闹，我不会有今天的作为。我有同感，是我们的对手让我们成熟的更快。跟您谈成熟不恰当啊。哎呀，我当时是太心急了，我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会给孙延斌带来巨大的伤害。近日，我市发生一起交通意外，一辆小汽车由于超速行驶撞上一辆摩托车，导致1人死亡。现征求死者信息。死者为男性，年龄在20岁到25岁之间，身高1.72米，皮肤白，偏瘦，身穿牌运动服，脚穿牌运动鞋，头戴红色头盔。有知情者请与交通大队孙警官联系，或拨打本台联系电话。有知情者请与交通大队孙警官联系。3位兄弟，坐好。飞友，之前你拿着花，你不够吱声。飞友啊，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才不能跟你一块喝酒了。别哭了。飞友啊，我求什么？飞友，你放心，哥一定给你报仇。辉哥，从寻人启事上看，公安现在并不知道3友的身份，是按交通肇事处理的。我就怕这是公安的圈套。不可能，弟兄们干活都挺干净的，没留下什么痕迹。
谁能证明三有抢银行了？我是三友的大哥，不管我想不想报牢，我肯定暴露在公安的视线下。三儿，我想跟公安玩一把。不，那大哥，那公安找你咋整啊？要不咱跑吧？现在要是跑的话，公安就会证明是咱们做的案。大本子，和你三哥学学，这是办大事的人，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倒想看看公安还有什么招。我要让撞死三友那个人倾家荡产。孙元斌，你们单位领导来看你了。头发凌乱，眼睛充血，肤色暗淡，没吃饭没睡觉是肯定的了。你再看看你的手，手指头都皱了。延平，你怎么不喝水呀？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别压力太大。公司的车试完了，可不有保险公司吗？现在的问题是人死了，你可能得赔不少钱。但是我会帮你找个律师的，尽量不让你坐牢，哪怕是缓刑呢啊。沈总，郑红好吗？他怎么没来看我呀？他挺好的，他本来是要来，可你知道他妈妈那儿。想开点吧啊，李斌，想开点。我冤了。什么？我冤了。你说什么？沈总，我是被冤枉的。来，大家把手底下工作停下，听我说啊。我刚从拘留所回来，经过交通队对我的问讯和小孙的陈述，可以肯定的说，咱们公司的孙延斌是被冤枉的。他根本不是超速撞车，他根本就是在追抢劫银行的罪犯，他这是见义勇为，他是个英雄。现在这件事儿被颠倒了黑白，啊，咱们公司的小孙从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被说成了一个交通肇事犯。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公司的人身上，我不答应。王经理，你组织一下，现在公司所有的工作暂停，你带领大家在各大网站上发帖子，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好的，沈总。张秘书，你给我联系各大媒体，我要开新闻发布会，就在咱们公司，我要网上直播，咱们公司的小孙不能受冤枉。颠倒黑白，英雄却成了交通肇事犯了。
什么事儿？我正看着呢。什么？新闻发布会？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媒体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贝壳公司参加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孙彦斌是我的员工，我叫沈鸿飞。那么今天在这里，我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孙彦斌不是交通肇事犯，他撞死的是一个银行的劫匪。撒谎！他撞死的是无辜的青年郑三友。哎，你们是谁啊？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叫郑文辉，是郑三友的堂兄。这位是我们郑家聘请的律师韩东律师。这是我的名片。原来您就是韩大律师。大律师不敢当。我求求你们为我们农民伸冤呐！我求求你们呐！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哎，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孙彦斌真的是见义勇为，真的，我有证据。田师傅，田师傅，来，快来，您跟大家说说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各位新闻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田建明，我是开超市的，说白了吧，就是小杂货铺。哎，我这个杂货铺呢开在这个闹市区，离银行不远。那天银行抢劫啊，等我赶到那儿的时候，我就看一个小子骑摩托车从里头啊，哇就出来了。我定睛一想，这不对呀，这个速度往外开，那等于就是猖狂逃窜呐。说是迟，那是快，我上啪就这一把，您猜怎么的？没抓着，让他跑了。他这一跑不要紧呐，把我给带个大马趴，啪我就摔地上，我就喊呐：“来人呐，抓坏人呐，抢银行了！”这个时候孙彦斌来了，二话没说，上车就追，那真跟美国大片似的，追呀，哇追！桂旗跑远了，我看不见了，啊，我就想说嘛呢？人家孙彦斌是听见我喊才来追的，他不是坏人，他追的是坏人，他是好人。哎，这位田先生，根据你所描述的，骑摩托车的人是银行抢劫犯，对吧？没错。好，那么你看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你仔细看看，你确认不认识他？我说过了。不认识就是不认，我再看也不认识他是谁呀？他是郑三友，这就奇了怪了。既然你确认没见过他，那你怎么知道他是银行抢劫犯呢？我没说他是抢劫犯。既然他不是银行抢劫犯，那么孙彦斌为什么把他活活的撞死了？他不是你这律师说话你这是。把我往沟里带吗？这不是你，我说的是事实。这些年，我专门为农民兄弟打抱不平，这倒是事实。原本我以为这是一起再简单不过的交通肇事案，只不过是赔偿大小的问题。看来我错了，我看到了一股势力，一股可怕的恶势力，仗着自己财大气粗制造舆论，妄图给我的当事人脸上抹黑。在这里。我郑重地宣布，有我在，这办不到。哎，你这是说谁呢？啊，你这嘛意思啊？我说的每一句都是事实。听听，记者朋友们，进来看看啊，热闹，真是热闹啊！而且有点出乎意料。死者郑三友，哥哥郑文辉。这是多么大的哀伤！不仅如此，他们在刚刚得知这一噩耗的同时，却被告知他们的亲人是银行抢劫犯。这种不白之冤，就突然降临到这些老实人的身上。他们无处申冤，无处诉说，他们找到了我，告诉他们。
我们是法治社会，弱势群体也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沈先生，在这里，我非常正式地要求你，通过各大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否则的话，我将依法起诉你诽谤他人名誉。我也告诉你，我办不到，因为我所说的每一句都是事实。好，那就让我们法庭上见。咱们走。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谁怕你们？孙延斌听见我喊人家去追坏人，他不是坏人，他确实是好人，他追的是坏人，到哪儿我都敢作证啊！这家属这么高调的跳出来，有点反常啊。人多热闹好，总比咱们手上什么线索都没有那要强吧？哎，老刘，你这招欲擒故纵使得好，你看全都跳出来了。不过呢，今天见义勇为基金会的老孙找我了，说是我们啊把孙延斌往火坑里边推。他这么说也不对。如果我们不破案，怎么能证明孙延斌是见义勇为啊？英雄不好当啊！跳出来好，既然跳出来了，李凯、张毅，马上给我查。是。大姐，刚才我和负责这起交通事故的交警谈过了，他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孙延斌应该负全责，所以你们放心，这场官司我一定会帮你们打赢的。二位是郑三友的父母吧？人死不能复生，还请节哀顺变。请坐，请坐。我知道你们现在很伤心，可是有些情况呢，我们还需要调查清楚。据你们所知，郑三友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是跟谁一起走？公安同志，你提出的问题好像和这起交通肇事案没有关系吧？您是？我是郑家委托的律师。律师，这是我的名片，我叫韩东。农民不能请律师吗？你们几位好像不是交通队的。我们确实不是交通队的，我们是负责闹市街银行抢劫案的。韩律师，这个案子您应该听说过。可是你的那个案子和我的当事人有关系吗？哎，我可警告你们，不要总想往我的当事人身上抹黑，好不好？你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依法调查。可是你们，韩律师，不碍事的，不碍事的。我愿意回答公安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公安同志，是这样的，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实话，我们真希望你们赶快破了这个案，给我们儿子一个清白呀！要不，在村里我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只管问吧。事发当天，你儿子跟谁出去的？几点走的？那天是早晨，不超过7点，是他一个人去的。现在孩子大了，他不愿意在农村里待，他老想出去闯一下，心子也野了。可是没想到，那他平时都和什么人有些来往？这个说不大好。哎呀，反正啊，现在孩子大了，有什么话他也不愿意和我们说。那他到城里边到底去找谁了？找我。找你？找我？
我不在，要不然就不会出现这个事儿了。啊，平时啊，三友和文辉关系最好。那天呐，三友没回来，我就给文辉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那天文辉就不在市里，出去采购去了。到了晚上还没回来，我就怕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在凤凰街开一个电器商行。几号离开的？10号的下午，12号中午回来的。去哪个城市了？宣城。在宣城住在哪？华兴旅馆。郑三友在城里都有哪些朋友？那我不知道。他平时喜欢玩什么？你跟郑三友不是最熟悉吗？他是我堂弟，他没事到我这儿来，也就是跟我要点钱什么的。他们年轻人做什么，我真是不知道。郑三友有一件黑色的迪丽牌运动衫，您见过吧？哦，见过见过。我当时还说你穿个黑颜色的多丧气呀！他当时还笑话我，说现在城里都新穿这个。没想到。真让我说中了。摩托车是你们家的吗？是，买了3年了，二手的。怨我呀，就这么一儿子，我太宠他了。如果当初要是不买这辆摩托车，他也不会。那今天就先这样吧。谢谢你们，我们走了。待等，公安同志，我希望你们尽快破案，也好还给我的当事人一个清白。清者自清，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的。哎，你什么意思啊？韩律师，这你还看不出来吗？人家贝壳公司家大业大，社会关系也广。我们这平头老百姓的，要不就算了吧。能多要点赔偿，就要点赔偿，对我二叔和二婶儿心灵上也是一个安慰。胡闹！你们说，就因为穿一样的衣服，骑一样的车。法律是要讲证据的。您放心，我先通知媒体方面的各个朋友，咱们先造舆论。我就不信，谁说农民就一定得受欺负啊？韩律师，我代表我们老郑家人，谢谢你。起来。小郑，你听好了，这场官司我一定陪你们打到底。谢谢。他们是这种表现，啊，风雨不透啊。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尤其是那个郑文辉，时间地点说得清清楚楚。这是摆明了不怕我们查呀！不管他怕不怕，我们都要查。张毅，你去查一下那个律师，看看是谁找的他。是。杨子，哎，你到大王村去一趟，走访一下群众，查一下郑三友的情况。是。李凯，你去一下长途汽车站，看看郑文辉是不是真的去了宣城。好。郑三友今年22岁，没有犯罪前科，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就到深圳去打工了。他是3个月前回到大王村的。郑家在大王村的经济情况比较好。郑三友的父亲曾是大王村的支部书记，后来家里开了家豆腐房，销量非常好，10里8村都买他们家的豆腐，
供不应求，所以郑三友的父亲不想让郑三友到外地去打工，希望他能够留在这儿继续豆腐房的生意。而郑三友呢，根本就不想留在农村，所以两个人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经常的吵架。据村民们反映，郑三友性格比较孤僻，不太和村里人有交往，但是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在电信部门的配合下，我们调取了郑三友的通话记录，发现他的联系人非常少，基本上就是家里人和打工时认识的工友，其中联系最多的就是他的堂兄郑文辉，最后的通话记录就是打给郑文辉的，时间是案发前一天中午。对，这个郑文辉，32岁，父母双亡，从小在他的叔叔，也就是郑三友的父亲家长大。他跟郑三友的关系非常好，他从小学习不是特别好，初中没毕业就跑到城里去打工，现在在凤凰街开了一家电器店。我查了一下局里的档案，发现有2起伤害案都跟他有关系，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对他提起诉讼。不过他在凤凰街这一带很有名气，连郭黑子这样的黑道人物都不敢惹他。根据长途客运站的监控录像显示，他是10号下午4点去的宣城，12号下午2点回来的。案发的时候，他应该不在本市。韩东，本市比较有名的一个律师，他是以替农民工追讨欠账公司而闻名。这次是郑文辉请他出来替郑家打官司，他已经以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么快啊？这是要既成事实啊！如果孙延斌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刑，那这滩水就更浑了。如果我是犯罪嫌疑人，这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这是想给我们制造更大的压力，想乱中取胜。既然跳出来了，就一个一个的查，尤其是这郑文辉。哎，是我。啊？又被抢了？那好，我知道了。时代广场门口又有人被抢了，这已经是第3起了吧？老刘，安排人去一下吧。好，抽空我去的。郑文辉的电器行在哪？凤凰街126号。放心，我去会会他。欢迎再来啊！好，谢谢。哎，你好。随便看看。哎，我们啊正好是打折期间。随便看看。这榨汁机多少钱？哦，这个260，商场卖300多呢。那你这儿比大商场便宜几十块钱啊？便宜还不好啊？是甩卖呀，还是不想干了？不干了，我们吃什么呀？260啊，买一个。好，您稍等啊。哎。来，这是发票。哎，这是钱，您收好。好。哎，那个货呢？哎，来在这儿。好。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您说。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是家里出事儿了吧？是你兄弟，是车祸。您是在网上看过我的新闻吧？网上？什么网？你会看相？我只是皮毛。我看你小伙子人不错，所以我想跟你说说。您说说。
还真是一夜暴富，但是你眉宇之间有煞气，好像有牢狱之我怎么可能有牢狱之灾呢？我看看你的手，能解吗？算了。哎，大哥，你别说一半啊，您再给我看看。这相啊，我看的差不多了。我就跟你说说你这屋的摆设吧。你看你这2把椅子，背对着窗户，这不吉利啊。你看你这门，啊，直接对着收银台，这是最不吉利的事情。还有这打折的折字不能这么挂，你应该弄一个红色的横幅，把折字写在上面，这样才吉利。这样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身有身老，心有心老，明白吗，小伙？啊？行了，信不信由你啊。走了。